Hello，各位喜爱棒球、支持听障的观众朋友，欢迎您在2月24号的元宵节这一天呢，加入到由中华民国听障棒垒球协会脸书直播以及 Hope Sports 这个 YouTube 平台为您带来的第一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今天跟着我们的镜头啊，来到桃园龟山的国立体育大学棒球场。来进行这个一连5天的比赛，而第一天呢，就是2月24号是元宵节这一天啦。那今天会将由我董静桥以及我们中华听棒队的执行教练刘嘉诚教练为大家带来奖评服务。教练好，金角好。还有今天因为是那个听障的比赛，所以在我们画面的左下方也会有我们的手语老师张慈山手语老师为大家来服务。好，教练，我们说这个第一届世界杯的听障棒球锦标赛，其实也是蛮别开生面的一场比赛啊。这阵子大家都准备了蛮多东西的，跟我们讲一讲，中华队在为了这个杯赛选手们的一些心理状态啊。其实因为平常训练的时候，他们比较刻苦一点啊，对，然后在各方企业的支持下，才有球场或是器材可以使用，对。而在今天这个赛程第一天的第一场比赛啊，我们的中华听障队就要来对上墨西哥听障队。刚才在赛前，各队啊也是都在现场，大家彼此观看。因为教练有说，其实大家平常这个交流的机会比较少，然后包含听障球队在做情搜啊，各方面也比较困难，所以其实大家对于各方的实力啊都是个未知数，打起来也蛮多惊喜的。是。这次的杯赛呢，一共会有5队，包含我们地主台湾嘛，然后还邀请到日本、韩国、美国以及墨西哥，哇，都是来自这个美洲还有东北亚这个棒球的传统强权哦。好，在简短的这个友谊的过程之后呢，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现在秀出来的是墨西哥今天的先发打线，第一棒的是瓦拉多里，然后 Garcia、Higarete 还有 Plancarte、Vargas、Madueno、Alcala、Lopez 跟 Ramirez 是今天的1到9棒。而中华队这边的部分呢，也放出了今天的这个守备阵容。听说这个中华队这一次的选手阵容全部来自于云豹骑士队，也是我们刘教练这边平常在带的球队。对，是由云豹能源赞助的球队。是。那可以跟我们分享平常在带听障选手们大家练习的状况，在沟通上啦，或者是一些 routine 跟平常的听人的球队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第一在沟通上，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直接了解我们的意思，是，就变成说我们要透过他们透过唇语，去接收我们的意思之后，还要再做动作，对，让他们去理解这个动作是什么。因为一般听障他们对于文字的有大部分啊，对于文字的认知会有跟我们会有出入，对，所以在理解上面会差蛮多的。好，比赛的第一个 first pitch， 我们中华队背号53号的林伯逊，先来对决墨西哥队第一棒的巴拉多利。好，偏高。先发的先发投手林伯逊教练，平常在跟他的互动，他是一名怎么样的选手？他是
蛮活泼外向的，玩活泼外向的。对，但他主要的位置其实是在游击手。在游击手 ，OK。那因为投手的部分，不是那么好训练，是，但加上他本来就有健身习惯，所以他的臂力是很够的。对，所以后来跟我们邓总教练就把他拉起来，是去练投手这样。好，不过目前在对决墨西哥打者这边是球数落后，林伯逊一上来连续3颗的坏球。比赛刚开始，大家也都还在适应这个感觉哦。就像这2天，应该说这个过年哦，过到后半段，这个天气就忽然开始变凉，比较凉了。好，墨西哥打者第1棒的巴拉多利，靠着选球哦，保送上垒。好，接着打击的是第2棒的 Garcia。Garcia 全名 Luis Fernando Ramirez Garcia， 虽然这个看上去很成熟，但其实他是1991年出生的，也还蛮年轻的。可能美洲那边对，外表会比较成熟。是的，尤其是棒球运动，大家都喜欢留个胡子，看起来比较有杀气。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呢，会以这个7局制来进行，然后会无和局的状态，一定会分出胜负。那是有这个口斗的提前结束制的。如果比赛进行到4局10分跟5局7分呢，那比赛就会提前结束这样子。不过刚刚听这个教练组在开玩笑，是说这个情况应该是不会发生，因为大家实力应该是蛮接近，实力应该是差不多的。可能天气比较冷，就投手会热比较慢。对，他现在有点已经有恢复状况了。对。第3棒 Higarita， 我今天博逊的球比较偏左吼，偏外侧，然后刚才也丢了比较偏高。可能第1次出赛了，比较紧张，比较紧张，但手太用力。是。那教练他之前您说他在队练主要是练游击的位置，后来拉上来投手这样子。是。哇，这边发生了一个头部之间的失误，让墨西哥队这边可以无痛向前推进哦。来到了3垒了。Valladolid。在墨西哥这边只牺牲了1个出局数，然后就已经推到得点圈喽。哇，这一球！击中了墨西哥选手啊，感觉右手走的，左手走的位置。保送上来，不过看他后续的动作应该是没有大碍。刘教练怎么看这个中华队投手这边部分第1局的表现？我觉得还是太紧张了，还是太紧张，太紧张。对，
因为毕竟这次有电视转播，因为平常我们都是在没有这个太多观众情况下，而且我们看到在那个主审的后方站了一排是韩国队，刚好他们也是今天到场，然后顺便来观看一下另外2队的表现。那投手这一看，平常都是自己练自己的，然后现在后面一排人在看，这个心理压力是会比较大一点。好球，这边要发动盗垒了。这边传球有些失误，不过巴拉多利刚才好像他的脚踝腰在跑垒过程也受伤了。因为三垒手接球的时候跟他有碰撞，有碰撞到。对，现在墨西哥的教练跟防护员是上前关心一下，因为人还倒在地上，希望他没有事哦。崔子阳教练说的，这几天不到很冷啦，但是天气是比较凉的，所以这个热身暖身一定都要做够，不然就像您说的，比较担心选手受伤的风险。对，主要是担心受伤因为毕竟今天才是赛事的第一天。好，我们再看一下回放。所以应该是刚才在跑垒过程中跟三垒手发生了一些碰撞。刚好趁在这段时间，中华听障队的总教练邓志伟也上手肘球来跟那个先发投手博勋这边讲一下状况。巴拉多利这样一拐一拐的样子，看起来应该是要换代跑了。场边教练，中华队的教练团也是跟裁判组在沟通一下刚才的状况。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现在这场比赛对裁判还有各队也是一个比较新鲜，因为在沟通上面可能都还要需要这个借助手语翻译的情况，大家比较好沟通。好，他们最后协调的结果是1垒上到2垒，然后2垒上3垒的刚才那名跑者是判出局的状况。还是教练怎么看刚才这？因为刚是跑者，刚是有一个出生球保送。对。然后前一位跑者在3垒，那一位是爆头上3垒。是。那因为刚1垒的跑者盗垒上2垒之后，我们捕手传到中间卡斗，在传3垒要阻杀的时候，是。应该是会判成妨碍守备。妨碍守备。对，因为3垒手要接球，对，跑者应该要闪过他回去触垒包。OK， 我们现在看到2队的人马都也在积极的沟通，因为等于是要先讲，然后再用手语做翻译，然后台湾的手语要再翻译成国际手语，所以会有蛮多的流程，就是怕说对，怕说传到主审那边的时候，大家双方在认知的理解上会有一些 misunderstanding， 所以要沟通的时间比较久。
毕竟墨西哥队一开始啊，第一局在攻势上面是很积极的，他们一定也会想争取这个首局就拿下分数进账的机会哦。那其实为了这场比赛，外队啊也是花费了蛮多心力，然后来到台湾参与这场比赛。像这次最辛苦来台湾的，对，是墨西哥。我也觉得是墨西哥，因为他们要经过1次还2次的转机，对，才有办法到台湾。而且因为可能落地签证的问题，他们其实昨天在机场卡蛮久，哦。对，飞行距离远啊，然后又是相对位置比较远，然后整个文化差异也比较大的国家，对啊。不过刚好趁这阵子来台湾比赛之余呢，也可以在台湾享受一下美食，还有因为元宵节嘛，可以去参加一些灯会啊，刚好来台湾顺便观光这样子。好，那最后的裁决是刚才这个3垒的跑者是被 take out 出局的，所以现在墨西哥这边已经2个出局数了，然后2垒上有人，这是刚才在那一阵混乱之后呢，3方中华队、墨西哥队还有主审裁判最后做出的共识。1好1坏。这球塞进去了。刚才在邓教练跟投手球上的博讯沟通完之后啊，确实在节奏上面是比较稳定了一点。现在距离下庄差1个好球数了。墨西哥刚刚把握机会推进到3垒，然后博讯这边发生一些状况，现在已经满球数。好，接受到指令，看他这一球会怎么来化解哈。还是没有办法能解决对方，让30号的 Plancarte 上到1垒。好，中华队这边在投球再来进行一次沟通。教练觉得这时候投手需要哪一些部分被提醒？
因为他现在球路都很不稳定啊。嗯，对，那教练应该是叫他再有自信一点。再有自信一点。嗯，因为他刚刚外角投了几蛮偏的，然后内角也发生了这个触身球，所以他就要瞄准，就专心只看捕手的手套位置，就往那个地方投就好了。他可能，因为他们其实都会想太多，对，是。现在一垒跑垒又到上到二垒去了，发现墨西哥在跑垒上面非常积极哦，几乎就是掌握中华队的一些投球上配合的一些空档跟瑕疵，去进行到这种无痛推垒的部分。好，现在镜头给到的是墨西哥先发第5棒的 Valdez。哎，这球没有问题。好，有惊无险。虽然第一个半局投的是这个蛮踉跄的，但最后靠着内野这个弹跳成功抓到人，算是有惊无险，化解这个半局的危机哦。我们来看一下下个半局，等一下中华队会怎么来发动攻势。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在今天我们的龟山国立体育大学的棒球垒球场其实也是有蛮多人来的，包含这个球员们啦、各队的这个亲友团啦，然后甚至有一些民众我看还有人拿着这个兄弟的牌子进来支持，所以也是蛮热闹的。好，上个半局先攻的墨西哥在几波积极的攻势是有攻占到得点圈，不过最后呢 ，Valdez 第5棒的 Valdez 打出了这个内野弹跳球，被中华队守备化解之后是白忙一场。那这个半局换他们来守备，看看我们中华队的进攻可不可以打破墨西哥的盾牌。而负责投球的呢，就是刚才完成打击的 Valdez， 全名叫 Jesus Manuel Oreno Valdez， 1996年出生。他几乎能打所有位置，在这个大会给出的这个球员的一些简介表，他可以捕手、投手、2垒、3垒，然后外野，所有位置都能担当。是不是在这个听障的球队里面，比较多球员这个一人身兼多职的状况会比较容易发生？
其实我们还是让他们是主要是专职位置，专职位置，听障朋友他们可能因为听障的关系，对，他们在身体的协调跟平衡会有一点点落差。OK， 对，所以我们会尽量让他们做专职，除非有些运动神经特别好的，对，我们才会让他去再多练几个位置。是。再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因为是听障赛的关系哦，然后手语也会分台湾手语跟这个国际手语，所以大会在沟通上呢，也都会需要经过2、3轮的沟通时间。那应该是现在墨西哥要更换守备位置，更换守备位置哈。应该是刚刚那一位选手受伤的，代替他上场的那一位，他的守备位置要更换。OK。其实要举办这种国际级的棒球赛，哇，也是各方人员也是都花了很多的心力，在做一些协调啊、沟通啊，才可以促成这一场这个听障界的棒球盛会。也很感谢各方的支持啦。对啊，因为其实这本来是去年就要举办，去年就要举办，因为疫情后的关系。对。好，墨西哥这边又进行一些手背上的更换，把游击手换到了右外野的位置，然后右外野手换到3垒的位置。所以记录组也是一直随时要跟场边做确认哦，把握一下这个人员上的更动。好，我们主持人老师也是终于确认完了细节，跟后方的记录组来提醒一下。那现在是轮到我们中华听障的第一棒，是郭瑞仁，他目前是在文化大学，在文化大学，对，目前是大一生。这名球员平常教练在跟他互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属于应该是，哎呦，他是可以听得到的，就是比较弱一点。那他也是一个很活泼的小朋友，看得出来，对，被触身了，还是还很开心啊。应该说上垒就是贡献，是。好，中华队开路先锋郭瑞仁哦，还好被丢到的位置不是在屁股比较有肉的地方，对，在屁股上比较有肉，不容易受伤，然后这样就可以上到1垒。现在轮到是第2棒的钟义军，是。
就发现一个球队里面这个选手的年龄层跨距也蛮大的。对，像我们球员其实都在30岁以上，30甚岁以至到上50、60岁。嗯，对，那所以他们球员都是从北中南聚集起来聚的。集起来哈。像他们平常练球都是南部的都上来台北，嗯哼，我们在鹿角溪棒垒球场在练习这样。是。所以为了这场杯赛，其实大家的生活作息啦，也是都要花蛮多心力在练习上面跟磨合。对，然后像作息，像赛前我们集训，我们教练团也是严格要求他们的作息。对。好，中华队这个半局蛮有机会得分的，现在也1、2垒有人了，因为墨西哥这边刚才先发投手 Orioles 的坏球连发哦，加上前一个打席的这个触身球，应该跟中华队刚刚的状况对，我发现大家今天都会稍微慢热一点。好，这边才终于送出了他的第一颗好球。那现在第3棒是我们中华队的游击手高瑞祥，他早期在兄弟那个时期的时候，曾经是借将。对，因为他在高中好像是在台东体大。是。看看可不可以把垒上的这边选择攻击。好，这里中华队发生，中华队这边下双盗垒战术。对，那2垒的跑者死在3垒，然后1垒推进到2垒。我们再来看一下重播哈，这里 safe 哦，有机会 safe 哦，一半一半啦，一半对。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其实这个比赛也是有辅助判决的，只是就看双方要不要使用。然后刚才赛前，教练的意思是说，大家友谊性质会比较多啦，所以也不一定会用到，对。所以像刚才那个情况，50-50，但可能就选择让他过去，对，维持一个比赛的节奏这样。比赛也刚开始啊，对啊，还是要用在比较重要关键的地方是。好，高瑞祥。他可能在等对方直球的时候再选择进攻。变化球，这个在观察。挥棒落空。那现在上高瑞祥遭到3振。那现在轮到中华队第4棒投手林伯勋。好，伯勋刚在投球上，现在要换到打击区，看一下他的打击表现。那在我们中华乒乓队也是算重炮手。重炮手是又能投又能打。来，我发现2垒上的球员跑太远了，回去警告一下。这时候，因为听障选手因为听力的问题，在这个。如果一般是听人选手，他还可以听一些动静，球员的脚步声啦，然后红土的这些沙沙声。但因为听障选手他能判断的这个又少了一个，所以特别在2垒这个位置要多多回头去确认一下。没错，对。哇，这个球下坠的位置刚刚有点靠近伯勋的头部啊，有点为他小紧张一下。因为像刚刚俊乔讲的说，他们听障朋友，就因为听力的问题，对，他们在像手背上面，像飞球会比较多
野手会去追求那部分，也是蛮危险。对，因为彼此沟通比较不能用声音去沟通嘛。没错没错。哦，这边锁定攻击，漂亮击出一个外野安打，并且墨西哥没有守备瑕疵。哦，中华队一举推进，也完成了开幕分。哇，博讯还在冲 ，OK， 好。哇，这是一颗带有打点的三垒安打，为中华队首开纪录。像他们在跑垒也必须全程看指导教练的手势哈，因为没错，对，因为如果他们一直回头，其实在跑垒上面速度会减慢很多。是。这我们也是到集训的时候，我们才有在训练这个部分。好，目前中华队现在是2出局，然后得点圈，还有这个预备分要回来的机会哦。Valdez 如果没有办法及时回稳的话，他还有可能掉分哦。打击来到第5棒的谢云琛，哇，这边back to back 的安打，把前面建功的林柏勋也送了回来。好，接着上来打击的是今天中华队的捕手黄诗凯。选择一颗红中的球来做进攻，不过速度是稍微没有跟到球速。对。哦，再塞。哦，这边发生了这个传球的失误哦。好，中华队推进到了3垒。确实，这个听障选手在垒跟垒之间沟通传球，因为少了听力这个部分哦，比较容易发生瑕疵，要做更多的沟通。对，所以就是可能在训练的时候，对默契，就是一直去模拟状况，嗯，对，让他们去熟悉他们的跑位啊，或是说以目前场上的状况而去做传球，或者是这些肢体小动作，你彼此这种我们说什么球员之间的同步率跟默契率啊，你看。可能投手要做一个什么动作，你二垒手就必须要有知道他可能要回传给你，是，对，就可能透过眼神交流啊，是，不然就会刚才发生那种比较没有必要的失误。好，黄世凯持续针对 Valdez 的中间球来做进攻，2个人也是纠缠，但出棒还是有点太慢，还是有点太慢，对，还是有点太慢。不过目前是打者球数领先。那墨西哥的先发投手控球也还没有找到感觉，是，还是球路都偏高。其
成本垒后方界外。可以让后面的韩国队一边在看，一边球员之间也在沟通跟观察。那现在黄思凯获得4坏球保送，他也是靠着这个选球哦，跟蛮黏的棒子，哈，跑到一半呼吸掉了。哇，墨西哥现在压力比较大。这个虽然很早就已经抓到2个出局数，但是迟迟第3个关键就是抓不下来，然后也让中华队不断的推进哦。现在是轮到第7棒一垒手。那他也是我们中华民国听障棒垒球协会的理事长。哇，理事长亲自下来打。他之前是前听障篮球国手。哇，对，所以是棒垒双栖啊。好，不过很快没有办法建功，我们在期待这个理事长下一个棒次的打的表现。那中华队目前取得2-0的领先，我们休息一下。元宵节的周六，跟着 Hope Sports 还有中华民国听障棒垒球协会的脸书直播，和我们一起来到国立体育大学棒球场，来欣赏这个第1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的第1场比赛，由我们的中华听障队对上墨西哥听障队。刚才第1局打完哦，双方的先发投手都是有一些小乱流，不过呢，中华队最后是安全下庄，墨西哥这边是没有顶住这个压力哦，让中华队取得了2分。所以现在双方有了第1回合的过招之后呢，第2回合，墨西哥这边先派出了马杜埃诺来面对博逊。那这一局应该大家会比较放得开啦。对，因为第1局，然后再加上中华队刚在1局下半有得2分之后，应该大家心情会放松一点。对，而且刚才包含不管是这个跑垒失误啦，或者传球失误，也是蛮多状况发生的。然后大家在经过整个沟通之后，我相信全部的人都应该比较进入状况了。是。然后那个紧张的心情也会稍微放松一点。好，林伯逊面对马杜埃诺，前3球都是坏球啊。不过他刚才才打击建功，应该是蛮有自信的。应该是他在打击的自信比在投球上面好。对。刚才那个带有打点的3垒安打很精彩。
还是没有办法投入到好球带。那墨西哥这边上到1垒。那希望博勋可以快点找到他的感觉。对，现在没有人出局，1垒有人。好，墨西哥接着上场打击的是第7棒的卡萨尔卡拉。尔卡拉的这个整个人的形象哦，就很符合我心目中那个墨西哥人的那个形象，对。看上去也是非常的老练。好，这边选择攻击，哇，不过被投手接杀，对，被投手接杀，然后传向1垒，这样子瞬间就2个出局数进账了。对，博勋制造了一个双杀守备。OK， 选手下来之后，也是教练团在跟他做一些沟通调整，因为比赛也还早，都还有机会。这样就轮到墨西哥队第8棒的 Indira Lopez。啊，这球直接找到了林柏勋的手套。这场杯赛也是男女混合的哈，就是有一些球队里面会有一些女子选手。对，像应该是只有墨西哥的部分，美国好像有，也有，好像有。北美球队比较有这个习惯，应该说都是比较少数的团体对，在找人上面可能不是那么顺利。好。那这些女性选手呢，也为这个球场上带来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在1好3坏的情况下做攻击，不过刚才的球挥棒速度慢了一点。那希望投手还是可以维持他的手感啦，对，往好球带里面丢。好，2人的满球数对决要来了。那这球偏低，那打者获得4坏球保送。其实博勋投手他其实在这2局好像没有被打安打。对，都是4坏球。4坏球跟一些触身，没错。好，墨西哥这边是第9棒 ，Jose Jimenez。这里稍微牵制一下，让 Lopez 不要站得太远。我有在观察你。对，因为在1局上的时候，墨西哥是发动了好几次的盗垒。没错，其实不止墨西哥，包含中华队的半局也是大家都在利用这个盗垒的方式推进垒包。
Jimenez 在平常墨西哥队呢，除了担任这个外野手的位置哦，他也是偶尔会客串投手的位置，所以他应该对于投手目前局数啊、球数啊这个心理的状态蛮了解的。这球还是偏高。对，今天都是偏高球，然后 Jimenez 也都蛮能忍得住的。对，因为刚刚那个位置其实引用性还蛮高的。大家都只挑最有把握的一球来挥击。这球内角，朱神捡的。我们可以看到，主审裁判有在完成这个好球判决之后呢，除了还是一般的喊出之外，他会给捕手的右肩膀一个摸肩的动作，这就是这个听障棒球会提示选手的部分。啊，这个外角偏的就有点夸张了。头部之间发生了一个瑕疵。那么这个半局，墨西哥部分是完成了第一个打击循环。那现在中华队的总教练又叫了暂停。调整一下，也说点事情。那因为刚有双杀守备，不然现在可能就是蛮累的状况。我们中华队总教练邓总教练啊，其实在离开统一师的这个生涯之后啊，其实也投入了蛮多心力在听障棒球这一块。因为我们邓总教练他其实也是一名听障，没错，对，那他也是中华职棒目前史上唯一一位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所以也是蛮励志的一个故事。所以由他来带这个位置哦，真的是最佳人选，太有说服力了。那不止我们邓总，还有像我们的副总教练郭俊伟副总教练，是，然后陈家伟副总教练，他们都是来自统一。是。那另外我们的投手教练也是我们的副总教练，是之前富邦的林晨华。对，林晨华教练。对。所以有这些前职棒的 OB 好手们呢、就是希望也帮助国内的听障棒球这一块的水准能够持续的提升。哇，这个外角又是投的比较偏了。好，墨西哥这边原本要回到第一棒的瓦拉多里，但是他在第一局的时候，因为跑垒啊，这脚有一些状况，所以墨西哥这边现在第一换成了这个背号23号的 Pedrosa。哇，这边选择塞红中的球来做攻击，一样是挥棒速度比较慢。不然可能墨西哥队也可以有追平分的表现。哦，再塞，这一球插棒被对，打者稍早3振。啊，博勋也是蛮敢于这个正面对决的哦。对。好，我们来休息一下，看下个半局。
好，再回到比赛的现场，今天在这个国立体育大学举办的听障棒球锦标赛，场边越来越热闹。虽然今天天气蛮凉的，但因为有这个别开生面的棒球赛，其实不只是各队的选手，还有蛮多这个球员啦、亲朋好友啦，也都来在周六这天一起来享受棒球。不过轮到中华队这边的时候，刚才的林正雄。应该是莫玉婷。玉婷，对，不好意思，玉婷，他击出了投手前的滚地球，没错，找到了，封杀在一垒。是。现在是轮到中华队二垒手的林正雄。是。其实墨西哥投手在第2局的状况就好很多了，没错，调整的蛮快的。对，他那个球下滑的幅度够大，而且也进得到好球带。好，这边被郭正雄打一道啊，击出了右外野方向的1垒安打，一个 over， 现在站上垒包了。这球的高度够啊 ，Lopez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over过去，刚好飞过了2垒手的上空。对，好，这样中华队打击循环就来到了第9棒的蒋俊贤。5好球2坏球，这边又塞了一个外角。墨西哥投手在被打出刚刚那一支安打之后，控球就又稍微有点不稳了。哦，这球投的就甜了，不过俊贤没有选择攻击，他也在看场边给了指导。我们天象队在手势的安排，这一球选择用砍的方式来做挥击，这边外野好，没有问题，接下来。刚讲到一半，就是我们平常听人队，就是其实棒球就是一个很多手势跟暗号的运动。那加入到了这个听障队，应该手势跟这个部分就会做得更细腻了吧？因为包括他们沟通很多本身就是用手语在做沟通。对，但是在我们的球队的暗号里面，其实就是让大家熟悉我们所要下暗号的位置在哪边。OK， 然后就是一直重复的演练。好，这球第1棒的郭瑞仁击出右外野方向的滚地安打。他上一个打席是遭到触身球，没错。一上来又能建功，微笑男孩。这样林正雄站到了2垒，对，站到了2垒，又会给 Valdez 一些压力了。你看，他就要转头盯着他，还要给他一个手势，要给他一个手势说我在看你。好，这边连续的攻击，看看墨西哥队有中外野手也是还是可以对完成这个
有惊无险的进攻。好，2局下比完，中华队目前以2-0的优势暂时领先墨西哥队。好，2月24号赛程第1天的第1场比赛，中华队与墨西哥的这场比赛要进行到3局上半。投球上的依旧是今天的先发林伯逊，他今天不止担任先发投手，刚才在打击上面也有建功哦。好，面对现在换到打击的是墨西哥第2棒的 Luis Fernando Ramirez Garcia。球速上目前是打者这边领先。哇，这一球还是稍微偏内角了一点。哎呦，差点砸到，不过 Ramirez 闪开了，然后并拿到了一个四外球保送。那你看到目前为止，像两队的先发投手啦，像墨西哥投手的状况好像调整的比较快。嗯，对。那中华队这边投手好像还是找不到投球的感觉。那现在教练又叫了暂停。是。哦，这里要进行换投了。那是守备位置上面是投手跟游击手做对调。做对调。嗯哼。让42号的高瑞祥上来投一下。那现在投手高瑞祥其实也是算是在我们教练团之一啦，之一设定的投手之一。对，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说，他早期在兄弟象时期那时候有去兄弟象做代训，对，借将，他们那时候叫借将，因为他那时候是打业余的家族的球队，对，所以他也是有一定的底子。那在中华听障队这边，刘教练，你们这边大概有设定几位投手，来应付这样7局的赛事？目前大概5位，有设定5位，就是大概5位投手。OK， 对。应
该说有2位是专职，嗯，专职就只有投手这个位置，对，那其他就是会跟看情况，对，会从野手上面拉上来。好，16对调的位置，把博讯拿去游击，让瑞祥站上斗丘，看看可不可以让中华队在手背上面再稳定一点哦。这边上来跟队友也是示意一下。那现在没有人出局，然后一垒上有刚刚保送的，对 ，Garcia 跑者。哦，这边要摆出短棒 Higaria。墨西哥场边的教练在下达战术、哦，看来刚才不知道短棒是不是虚晃一招，还是要针对这个直球来做进攻？应该是因为刚换新的投手，他想借由摆短棒而去看清楚这个投手的球路。对。那刚有 take 到墨西哥的指导教练，应该是叫他球进来就要攻击了。哦，这球打得扎实，看一下中华队这边追不追得到 ？OK， 由中外野手郭瑞仁接杀出局。是。这球其实打得很漂亮。对，大力很够哈。刚刚教练说的，其实在这个听障球员在外野的部分沟通是也比较容易发生这个危险的地方，因为喊叫声听不到。对，所以他们就是在跑位的时候，默契、眼睛要看球，但是又要再看周围有没有人。因为其实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也发生过好几次这种碰撞，对，就其实蛮危险的。是，所以就是只能不断的练习，让他们去跟队友培养默契。对。好，打击来到 Plancarte。好。偏左哈，好，我投中一点，我看懂他的手势了。刚那颗滑球应该稍微拐了外角一点啦，对他可能要稍微修正回来一点。有，可是从这个郭瑞祥上场之后，我感觉他进垒点跟那个进去的那个尾劲都还不错，听那个捕手接他球的声音就知道了。他其实主要也是像博讯一样是投手2游跑，是，那他主要也是在投手这个位置。哦，哇，这一球穿越了内野，好，这样子 Garcia 就上到2垒。
Blancarte 一垒。其实双方在每一局都有站上得点圈的机会，就只是说最后能不能后面的棒次接力把人给打回来。我相信呢，以墨西哥现在全队最想把分数打回来的呢，就是接下来要上场挥棒的 Valdez， 也是墨西哥今天的先发投手。自己的失分自己打回来。对，像我们一般我们乙组球队常用的玩笑就是自己的胜投自己打。是。对，那就要看他的棒子有没有发挥。Valdez 今天前面2局的投球也是时好时坏，第1局比较不稳，第2局开始比较稳了。那他的身材啊，看上去也是蛮有 power 的，很符合我们对看美国职棒对于这种加勒比海啊、古巴那个区块的球员，都是属于这种吨位比较大、蛮有 power 的。就通常站上去，投手就会有点紧张。对。不过郭瑞祥这边一直在吊外角。很快就已经坏球数就来到3颗了，感觉 Valdez 都还没有什么发挥的机会，对，球数就已经3颗，那是可能要会保送他吗？哦，有这就到外角的好球带，这样投手信心就会稍微好。因为应该现在高瑞祥也不敢去投太甜的，太甜，对，因为他应该打者也是在相中，就是有进在等待他中的好球。要顾这个打者，也要顾一下视线的死角，二垒上的 Garcia。哦，这球中外野手奔出去，看到就定位应该是没问题。OK， 完成了接杀。哦，这球打的是今天最远的一球。好 ，Valdez 虽然挥出去了，但见高不见远，没有办法赚到分数。不过墨西哥这边的攻势还没有停，因为垒上还有人啊，所以他们还是有机会，看看可不可以在这个半局追回一点分数。这球削到外角的好球带。那因为2人出局的关系啦，如果打者有把球打出去的话，其实垒上跑者都会全力冲刺。是，对，所以是比较有机会得分的一个打席。看第6棒的 Madueno 能不能为墨西哥队打进这个破单分。哇，好高啊！垒上跑者也都蠢蠢欲动啊，就等队友一个 contact 的机会。哇，这球就比较偏了。好，墨西哥队的攻势已经上到2-3垒。球数2好1坏，然后又加了一个坏球。因为现在跑者到了2-3垒啊，很有机会就一棒会追平了。没错，所以投手应该现在也是蛮紧张的。看郭日祥这
这球怎么投？哇，这球偏高，偏高。这么一来，墨西哥队这边就形成了满垒。不过中华队也只差一个出局数啊，所以考验压力的时候、抗压性的时候到了。然后现在野手的专注力也要很足够。上场打击的是背号34号的卡萨 El Cala， 他上一个打席比较没什么发挥。那现在舞台已经搭好给他了。上个打席好像是投手权的杯酒吗？还是插棒被捕，这是有些可惜的状况。这样对。墨西哥队也都在帮他加油啊！大家虽然没有发出声响，但是也都是一个无声的加油。哇！这个球挥棒过后，想挥大棒哦。对。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不能太急躁了，对，要确实击球。哇！过空，高瑞祥解决了满垒的危机，是有沉住压力哈。好，中华队在这个满垒的攻势下，有惊无险的解决掉了 El Cala。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3局下半再来看中华队的攻势。从今天2月24号一路打到228，为期5天的第1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第1天的第1场比赛就是您画面中看到的中华队与墨西哥队的对决。今天在这个国立体育大学棒球场也是聚集了蛮多人的，来共襄盛举，包含了其他队伍，包含画面上现在看到美国队啦、韩国队啊都在现场，然后也有蛮多对这个听障棒球支持的亲朋好友们也都在现场。虽然跟我们一般传统看这个台湾的职棒啊，旁边这样子呐喊啊，这种很热闹的状况不太一样，听障棒球队是相对安静的，但是其实从大家的这种手语上的互动啊，还有大家眼神里面的这种殷切期盼，看得出来大家对这场比赛的这个热情跟关注度。
墨西哥队这边依旧是由先发投手 Valdez 在进行他3局下半的守备。那现在打击是轮到刚满垒解决危机的高瑞祥。对，啊，可惜现在被三振。嗯。墨西哥先发投手其实投球还是稳定的，很稳定，而且他的准备动作蛮短的，对，很快，动作很快。通常你们在给球员设定用球数会有一个限制吗？还是在听障队这边来说倒是还好？嗯，还是会，还是会。通常是设定在多少球？大概会在，其实依照每个投手会不一样，不一样，嗯，对，大概会在40球、50球、40球左右 ，OK。不然我们刚刚中华队那边就有一个换头的动作嘛，那墨西哥这边依旧是用 Valdez 在吃这个局数。那现在轮到是上一个打席击出3垒安打的林伯逊，嗯，也是我们中华队本场比赛的先发投手。不过他在3上的时候呢，教练团换上了高瑞祥来接替他的投球任务，可能控球上面对还是没那么稳定。哦，这个球又被锁定到了，蛮清脆的，看到就是个欧法，对，哇，滚到了最外侧，场上跑到头盔都掉了，不断在跑。好，又击出，又是一个3垒安打，哇，林伯逊太猛了，今天。还是邓总是发现他今天打击表现太好，让他专心打击好了。2个打席都是同样位置，对，反方向的推打。因为他打击在中华队里面，就是前并列前，哇塞，2刀流了，对。好，谢云琛连续 back to back 看一下，把3垒的跑者送回来了。那么在3局下，靠着林伯逊啊自己安打自己跑分，中华队的领先分再加1，现在来到了3比0。好，现在垒包上无人，2个出局数 ，Valdez 这个半局11分，他应该会想避免夜长梦多，赶快结束掉。那就看他可不可以摆脱施凯这边的攻势了。哦，这球击到2垒方向，哎呦，2垒手接的又是一个位置，嗯，这次就被墨西哥的防守给拦下，不过没关系，伯逊的安打，对，还是有进账1分。比赛3比0，我们休息一下。
好，回到比赛的现场，比赛进行到4局的上半，中华队因为在前面都靠着这个林伯逊2支3垒安打的攻势，今天真的是这个2刀流，又能投又能打，现在是取得3-0的领先。不过之后呢，他也这个告别投手丘上任务交给队友高瑞祥来继续主投。这球投了一个红中的好球。这样看起来，其实先发投手伯逊跟现在的高瑞祥，其实控球上面高瑞祥就稳定很多。是，而且可能是因为手握3分保险分了，心态上也比较稳定。对。而墨西哥这边打者是 Lopez。Lopez 在刚上个半局的2垒守备，对守备对。最后几个打者都把球往他那边送，所以看到他不错的守备表现。在这次墨西哥队里面的先发阵容里面有2位女性球员，包含现在场上的 Lopez， 还有另外一位是今天游击手出发担任第1棒的巴拉多利。不过巴拉多利因为在这个跑垒过程中他脚部有一些受伤了，所以他在中途就换人了。剩下 Lopez 代表这个墨西哥听障棒球的女力。也是很有耐性的，不是他要的球，他就是完全无动于衷。其实墨西哥在选球这方面还是蛮好的。我也觉得听障选手可能是因为排除掉了这个听力上的干扰，他们在选球上的专注度，我觉得还蛮够的，包含在进垒的一些位置的观察好像他们比较没有什么犹豫不决的感觉，就是我锁定的我才动作，不然我就是完全不动作这样。应该也是因为减少了很多外界来的影响。不过 Lopez 还是变成了出局数。来看第9棒的 Ramirez。挥棒落空。这球内角球的引诱性蛮够的，蛮刁钻的。还是再给一个比较9宫格靠近4号的地方去引诱。高瑞祥连续投了2个3振。这个半局上来，他明显这个状态好很多，比上一局临时换的时候。对。可是因为现在垒上都没人了。这一球判定出棒过半。对，出棒过半了。Pedrosa， 这球挥棒落空。他挥棒的动作，这个手肘的幅度蛮小的，好像有一种带甩的感觉。不过高瑞祥很快就拿下了2个好球，球数领先。
这两天哦也是天气比较凉，转凉了，所以球员在场边也是都把外套穿上。不过其实这种天气打棒球蛮舒服的，蛮舒服的，对，但是还是希望有一点阳光，还是有点阳光哈啊。最近啊，台湾这吹东北季风，像本来林口龟山这边天气就比较偏凉，对，然后风也湿气也比较比较大，重是。哇，这高瑞祥这一局 KK 对连3K，没错，把打者啊看着被三振，他也是有点无奈。好，中华队持续领先，进入到4局下半，我们休息一下。好，我们再回到国立体育大学棒球场的现场，可以看到场边啊，今天有非常多的观众朋友，大家也都是来欣赏这个别开生面的听障棒球锦标赛，很难得哦，邀请到包含我们地主台湾在内的5支队伍，在2月24号到28号这5天，用这个棒球来切磋交流。好，中华队这边派上了代打。是1号的叶伟良，3分领先在手，让中华队在人员调度上呢可以比较的充裕，让多一点球员上来，因为今天是第1场比赛而已。对，让多一点人上来，然后把这个状态适应一下。而且这次的赛程哦，包含我们今天在国立体育大学之后，后续会有几天会在天母棒球场跟3重棒球场，所以如果观众朋友这几天在北台湾的话，然后想为这些球员加油，也不妨看一下赛程，今天在哪天比赛，然后亲临到现场为他们加油。对。来支持我们国内运动这个听障棒球的发展。这几天我看那个中华民国听障棒垒协会的脸书哦，也是非常的积极，包含为了这个赛事啊，他们还请到了像是 OB 的职棒明星队邓志伟啊，然后郭俊伟、陈家维、郭代奇、谢家贤等等这些大前辈哦，来跟我们听障中华队做一些交流跟切磋。没错，尤其是像我们小时候看职棒的，对于谢家贤神拜是，对他一样在我们跟中华听障棒球队在切磋的友谊赛的时候，还是呈现他经典的，就是轻轻一挥，球就已经到外全垒打墙前。是，所以其实台湾棒坛的各界也都是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跟帮忙，来这个为这场杯赛共襄盛举。对，
比赛已经4局下，然后杯赛的赛程是打7局制，所以已经打过半了。不过墨西哥这边的先发投手依旧是由 Valdez 来这个主投哦。哇，这边完成了一个漂亮的3振。他也是越投越渐入佳境，不过还是需要靠队友帮他把分数打回来了，不然这样持续进行下去的话，留给墨西哥队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对，因为接下来他们只剩3次的攻击。对啊。那现在是轮到2垒手林正雄。上来很快就2个坏球，林正雄继续在等待最适合的攻击机会。这边稍微插到棒头，是一个界外。其实刚刚这一球看起来是比较追打外角低的坏球。那我记得他前一个打席好像也是击出右半边的安打。哇，这球下坠幅度高，最后落在了打者的内角位置。啊，这一球内角偏高，引诱性也蛮够的。哦，相同的位置又来一个，没错，让林正雄挥棒落空，遭到了3振。Valdez 这个半局垒包上都没有让人上去哦，就抓下2个出局数，而且是连投了2个3振。中国队第9棒的蒋俊贤。哦，他主要的武器就是这一颗大幅度的曲球，没错，就是这一颗曲球，直上直下的，连续抢到2颗好球。而且落点也越来越准了。哦，墨西哥投手也是连续3个3振，对，连续3个3振，就靠这个大弧度的曲球，让中华队这个半局3上3下。我们休息一下。下5852上，1下52。
好在刚才墨西哥队很快用3上3下结束半局之后呢，比赛现在来到了5局上半。他们继续在寻求可不可以在剩下的几个半局里面为自己首开纪录。现在还有3分要追啊！打击区上的是 Garcia。哇，这边球插棒，对插棒打到了捕手的防护面具，有点削到脖子这边。哇，哦直接打到脖子。是，刚好那边是最没有防护的位置。不过看起来施凯是没有什么大碍。中华队第2任投手高瑞祥。今天的投球表现也是有渐入佳境啊。有，因为分数目前来到3分领先嘛。他前面1局就投得非常有效率的抓下出局数。希望可以复制贴上。对。就发现墨西哥的打者其实都蛮有耐心的。对啊，对，不会去追打一些比较夸张的坏球。好，满球数的情况，看 Garcia 会怎么决定。哦，这边选择攻击了，打在内野一个滚地球，遭到了刺杀。有点稍微挤压到。对，挤压到，所以这速度慢。第3棒的 Higarita。哦，这球啊，打理好，做了一个 over，飞跃游击手的上空。Higarita 一上来，第1球就选择攻击，也成功完成了安打。这球有点内角偏高了，是，对，给他逮到。好，接下来要串联起攻势的是第4棒Ian Plancarte。好球，好球，没有选。
这就一垒跑者到垒，成功到上2垒。好，高瑞祥现在要同时面对前方90度跟后方的180度，哦，不要让这个跑者距离垒包太远。2好1坏的球数。墨西哥队的后裔教练在旁边做出一些指示，可能在抓准机会想再到。哇，这边被 Plancarte 带出去一个 over， 这样子墨西哥队要对可以得分了。破蛋的，没有问题。Higarita 击出安打之后带有打点，非常的振奋哦，自己也上到了3垒。看看这一球，这球击球很漂亮，被他拉到左外野方向，一路滚。因为也是平飞球的关系，所以在外野手出一球上面会比较难判断。对。现在轮到的是墨西哥的先发投手 Valdez， 他一个人也是今天担任先发，然后也吃了前4局的投球任务都是他。那在打击上呢，他当然也是希望能把自己前面的失分给打回来啊。这边中华队现在只有1个出局数，然后又要面对对方跑者已经在得点圈，这个跃跃欲试啊，所以总教练邓志伟要上来给高瑞祥一些。进讲，你有没有发现说这次投手叫暂停，手语发现没有上来？对对，因为他们2位高瑞祥在带助听器的情况下是可以听得到的，对，所以他们可以直接正常沟通。没错。哇 ，Valdez 这球，哇，这球呢也还来得及吗？转身，好，没有问题，踉踉跄跄，不过还是完成了这个刺杀。那墨西哥也是进账了第2分。对。布兰卡雷戴上了这个墨西哥招牌的大帽子啊，稍微追了1分回来，然后比赛随着进行，大家也比较放得开了。追球挥棒落空，垒包无人，2个出局数，面对 Madueno。这个大概是5号9宫格5号的下缘一点点，马队呢选择不攻击，这样高瑞祥在球数上现在是绝对的领先啊。还是塞了一个外角。这怎么看高瑞祥这
后面这2颗球的他的心理设定大概是想要做怎么样的处理？其实我觉得看起来是他想要出力，让球速加快。嗯哼对，但有点太用力了。 ，OK，对。啊，很可惜，这球又太低，是形成了保送。想催球速，但是控球就会失准一点哈。对对对。不过因为垒包上无人，所以先让马杜埃诺上到1垒也是无伤大雅，就看他们后面怎么设定，把这个关键的出局数给抓下来。那现在中华队总教练邓总教练又上来要调度一下守备位置了，可能会把先发投手高瑞目前的投手高瑞祥换掉哈。换成中外野手郭瑞仁。这样是中华队的第3棒次，第3位上来接棒的这个投手。那这样看年轻的小将哦。对，这样看中华队的调度应该是投手到游击手，然后游击手到捕手，捕手到中外野，中外野再到投手。整个一个大车轮转了，大风吹了。对对对。那相信用意就是让今天的第1场比赛多一点选手上来感受一下实战啊。对啊，一方面因为刚刚墨西哥追了2分，对对，所以换一下不同形态的投手，让他们打击上面可以压制一下。刚刚提到郭瑞仁这名小将是来自文化大学嘛？是的。那你平常在互动啊，跟他在球队里面，他是一个怎么样特质的球员？因为他是算比较后进球队的，他比较后来，又比较年轻嘛。对，比较年轻。那其实因为他也是算可以听得到一点。那他在刚来的时候蛮陌生的。但是他大概花了不到1天的时间，就跟大家打成一片。那打成一片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也跟其他队友一样有在玩手游。哦，OK。然后他们休息时间就会在那边一起玩手游，然后就会变得比较熟。所以手游是可以跨越这个不同世代隔阂，大家在同一个球队，然后可以除了棒球之外的第2个讨论的话题，这样子。没错没错。那他应该不会乱氪金吧？不知道。对，应该是不会。好，国人接下投手丘的任务之后呢，他要面对的第1名打者是卡萨·埃尔卡拉。那在学校，其实他守备位置是在外野，守外野。对，刚才我们看到他外野几个精彩的接球。然后第1球外角削到了好球带。哇，这球塞得甜，可惜塞到红中。对，埃尔卡拉对，棒子的速度不够。哦，这里墨西哥往3垒方向成功。传球发生了失误，让马杜埃诺抓准机会站上了3垒。那么一来，埃尔卡萨他能够执行的战术就更多了，哪怕只要把球击出去，队友也是有机会回到本垒得分。对，回到本垒得分的，这样他的战术选择就比较多了。哦，这球挥棒落空。遭到了3振，对，还是遭到了3振，有惊无险，化解了这个半局。
第一届世界杯厅障棒球锦标赛，这个算是开幕战，由我们中华队来对上墨西哥队。比赛进行到了5局下半，虽然中华队一开始一度取得3-0的领先了，但墨西哥队后面也有一些追击攻势，现在双方的分差只剩下1分。墨西哥依旧是由他们的先发投手 Valdez 继续来吃这个局数。哎呦，哦，郭瑞仁打到右半边侧部边单打，没错，沿着这个卡布宾哦，上到了2垒。郭瑞仁跟这个中华队今天的先发投手博讯哦，两个人今天都有点这个2刀流发挥，对，打击上面有建树，然后呢也在投球上对也有表现，也去投球上客串这样的感觉。但是中华队本场比赛2位最活跃的球员。那现在轮到的是中华队的先发3垒手钟义军。这边短棒的架势摆出来，点成本垒后方的飞球。球的落点还这个打到了铁网，造成我们旁边啊这个转播团队器材的掉落，不过没事。好，这边点在里面啊，3垒方向。Valdez 处投手理，对，发生了瑕疵，发生一个爆头。那现在跑者要跑到了3垒。哇，刚才太心急了，捡球的位置是甩得太大力了，没有配合好。因为墨西哥投手的失误，对，让中华队又得到了1分，比数来到了4-2。看一下 Valdez 刚才投完之后，他自己过去捡完之后甩向1垒，跟队友没有配合好。好，中华队这边又得分了。高瑞祥击出游击方向的滚地球，然后把3垒的跑者送回来，本垒得分。到了5局下，分数领先分又拉开了。在上半局失了2分啊，对。那在下半局才刚开局就把2分补回来。好，这么一来 ，Valdez 他可能自己的分数自己打的这个愿望又越来越远了。没错，现在心情上面应该是对，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也不多了。对。好，我们来看到今天2刀流表现非常精彩的博讯，这个打戏会有什么样的发挥？打者领先球数2-0，面对这个尾劲掉不下来的曲球，博讯先忍住。因为3坏球，所以他这球看了一下。对。那相信博讯现在应该已经锁定好他要打的球了。对，因为前面几个过招也比较熟悉了。我这边内角偏高，
天伯逊3次打击3次都上垒，上垒率100%。所以球员有时候可能在投球方面不是那么稳定，可是他可以靠其他，不管是守备也好，或者是打击也好，持续为球队来贡献。没错。哦，这边被抓到了，奥斗，捕手传得很准。阿伯居积极的想盗垒，被墨西哥这边抓到，看一下刚才的处理。中华队这边8号的谢云琛，连续追打了2个比较偏低的变化球。这球还是没有办法回到挥棒落空，对。好 v a l i s 这球在这个半局在失掉2分之后，还是完成了及时的止血。目前墨西哥队依然是以2-5暂时落后中华队3分。好，第1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中华队与墨西哥的比赛要进入到6局上半，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因为这个赛制呢是有比赛时间的限制，所以墨西哥队假如在这个半局没有追平中华队的话，那比赛就会结束了。是没错。对，所以他们要非常把握3个出局数的机会，3分的落差。理论上是有机会的，所以就看球员们能不能把握这个跟时间赛跑的压力啊。没错，而且因为主要现在投手郭瑞仁在比照中华队前2个投手的球速来讲，他是相对快很多，而且又再加上是左撇子，对，可能墨西哥在这一轮的打击要尽快适应的状况要适应调整。
镜头给到墨西哥的教练 Mori 哦，他也在场边不断的给球员下达指令。所以这个半局看起来，照理说可能会很紧凑啊，因为大家都很急了。好，球数2好2坏，看打击的 Lopez 能不能起到一个好的作用。好，这球挥棒落空，挥棒落空。这么一来，墨西哥的第一个出局数就出现了。那也是加在上个半局，中华队有拿到2个保险分，对啊，所以在这局守备上可能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对。那提醒观众朋友，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也会为大家带来这个第1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的这个开幕仪式哦，包含可以看到在这个本垒板后方，美国队、韩国队、日本队大家都已经就位了，就是要为这个杯赛共襄盛举，也可以认识一下这些听障的棒球好手们。现在球数来到2好1坏。郭瑞仁对决 Jimenez。好，这球甜，不过打者没有选择攻击。哦，这球挥棒落空，因为捕手没接到，所以不止3振。Jimenez 往前冲，没有问题。好，这样有人上垒，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就还有希望哦。哎，他去碰他一下，把 Jimenez 吓了一下。因为这个状况是不止3振啊，所以他只要往1垒跑又踩到垒包的话，就没问题了。对。不过还是碰他一下，吓他一下呀。这个外野右下角的位置，这球接的有点惊险。对。1号的 Pedrosa， 这球在9宫格1号的位置。那其实现在有3分领先，中华队其实就稳稳抓出局数就好了。是。这球削到了外角的好球带。这球 high fastball 有点太高了。一般 high fastball 大概我们都是在胸口上的位置，会比较有诱惑性。然后这球投到了5号会。打者挥棒落空，这么这样意味着中华队距离拿下第1场胜利只差1个出局数了。对。今天大家也是包含这个镜头给到的小将哦，瑞仁也是投打都有不错的表现，包含先发投手博逊2支3垒安打。为球队进账，然后还有对方一些手背上的瑕疵，中华队把握机会的盗垒，种种加起来的因素，让中华队的第1场比赛目前距离胜利是越来越接近了。这一球打者挥棒落空。
然后可以看到 Jimenez 站上了2垒。哇，好了，再见3振。让中华队完成了这场比赛对墨西哥队的胜利。教练对今天的这个比赛内容跟结果有什么样的想法？大家其实第一场都还是刚开局看起来都还是比较紧张。对，但是在两队都慢慢有攻势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比较放得开来了。对，只是在墨西哥这边在得点圈上面的攻击比较没有表现。对，所以中华队就以5-2赢得这场胜利。是。包含前面的一些攻势串联后吧，还有这个时间上的压力，还有抗压性各方面的把握度，让这场台末大战，中华队旗开得胜。好，那也提醒观众朋友，这个听障杯棒球赛从今天24号一路到28号呢，也都会陆续有更多场次的转播，观众朋友可以利用这几天。看中华民国听障棒垒球协会的脸书或者 Hope Sports 的 YouTube 直播，也都可以欣赏到这场比赛的赛事。那今天非常谢谢刘嘉诚教练和我董俊乔为大家带来的奖评服务，也祝大家元宵节快乐！谢谢。
三，一二，好，黑，有，嘿，一二，嘿，一二，嘿，一二，嘿，好。
喂，请那个赵书明总经理，请陈玉平先生，请兆进科技李大章副总，请深藏理事长潘伟杰。请盲棒赖嘉欣老师，亲善大使多多，亲善大使多多，请常富林主播，马克啦，马克介绍。对。还有没有我没有邀请到的好朋友及企业？我们开幕典礼即将开始，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开幕典礼。我们先跟各位解释一下，我们必须这边站2位台湾的手语翻译老师。
表赛开幕典礼，典礼开始35里。喂，再次。2024第1届世界杯体操罢休锦标赛开幕典礼，典礼开始35里。首先，我来自我介绍，我是主持人周一奇。我是主持人建七纯。现在开始介绍参赛球队，他们是这次比赛最晚报名哦。但是很不简单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了这次体操罢休队，他们就是热心美国队。接下来要介绍墨西哥队，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所有队伍中，他们是最不容易的，在条件很有限的情况下，用尽各种办法，不支机票还有训练的经费，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2次转机长时间的飞行，终于达到他们的梦想，顺利的来到台湾。请大家给墨西哥队掌声鼓励。下面一队，听说他们是我们台湾举办体操世界杯哦，话不说又参加了，谢谢日本队支持，大家欢迎日本队35里。接着一起欢迎韩国队。韩国队不仅支持台湾举办世界杯，也还很欢迎我们筹办的季度，也尽力的帮忙联络美国队的青藏朋友。我们非常感谢欢迎韩国的结束，欢迎韩国队，掌声欢迎。最后一队就是主办的祖国中华队，向中华队挥手。我们很荣幸可以举办第1届世界杯体操罢休锦标赛，每一位球员都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哦！欢迎中华队。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台湾的手语翻译员，左边是张13翻译员，右边是吴慧玉手语翻译员，接下来介绍国际手语翻译员，建汉和先生。欧继文小姐，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来的贵宾。我首先一一唱名。我们第1位是我们云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总经理。第2位是苹果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陈玉平董事长。第3位是兆进科技李大章副总。第4位是在台湾一直在推动
身障平权的潘伟杰理事长。第5位是非常特别的，他也是很尽心尽力，在盲人棒球这个区块一直在推动，也是我们的理事长赖嘉欣赖老师。接下来这位美女多多小姐，她是我们台湾区2018年亚洲小姐第5名，以及最佳人缘奖的得主。再来是我们的台湾很有名的主播常富宁主播，他专门在播报电视体育。再来也是我们球队的亲善大使及总教练邓志伟全家福。再来是台湾的启聪协会的会长刘会长。再来是我们台湾中华民国听障棒垒球协会莫理事长。再来是我们台湾中华民国听障棒垒球协会李秘书长。再来也是一直对我们台湾非常支持的韩国的会长。再来是日本的会长。接下来，第1位要介绍的是我们台湾队的总教练，也是台湾18先头医师休息的4位的手是台湾18目前唯一领有残障手册的选手，曾经单场16垒打数。也成为中华18西纪录的总报式的多项纪录，使其稍微打破。现年退休，是我们听障运动员的最佳典范。目前担任我们球队总教练，同时也是我们的西善大使，完全都是义务帮忙。欢迎邓世伟先生支持掌声鼓励。大家好，各位长官、各位来宾，还有各位选手，大家好，我是邓世伟。那很高兴大家莅临参加第1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的开幕活动。今天的比赛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作为中华职棒史上第1位领有残障手册的听障选手，我为此感到骄傲。在过去的20多年棒球生涯中，我经历了不少跌宕起伏，但这一切从未影响我对棒球的热爱。即便曾因听障身份感到自卑，但如今的我能够站在这里，我心存感激。我们的身体或许不够完美，但我们绝对能够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完美。这次比赛不仅是一场竞技小卒，更是听障选手们奋斗拼搏的见证。在这片球场上，我们超越了身体上的不足，展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我相信每一位听障棒球选手们也都会在这系列的比赛中展现出最大的努力。最后，我想要邀请更多球迷一起帮我们加油，为首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注入更多精彩。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这种令人感动的鼓励。接着我们欢迎来宾吴家娟小姐，也是听障女孩多多日2018年亚洲小姐选美第5名以及最佳人缘奖，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才能得到这个奖项。多多小姐是属于重度听障，也是我们听障的楷模。从中学开始就有选美的梦想，所以立定目标实现梦想。目前也是我们球队的精湛大使。欢迎吴家娟小姐为我们致辞。大家好，我是吴家娟，我叫婆婆。在我们的学区，中华民国师大办国学我的师大大学。那我从小大学，中华民国师大办国学很操练，但是我是都不是啦。我是我从我学会的师大大学，到从我的老师他的，他们分当中，为啥学到什么我报师大是我的师大大学，我不但学是我的，我不像我是大大的无辜的经验。那我的办法的大的帅，朋友们，我的大的舞台的，我打舞很火，我打舞台，我们是人，你是头的是不薄荷不大汉，我是我打舞的，我的我的，我是的，然不敢，不要害怕才怕。只要我的父母所操的，一个人都说我的完美的事情，我才说只有大一的是不让你下了，是不是要办事？但是跟我不一样，是我才的是人，但是我当错了，我要是会当错了。但是要不会打扮，要他是说一个班的，要的，不像我是口一旦红手，是太伟太过人，是的大家都随时，别说是的白痴，高胆尝试，要也是不佛怎么样，但佛了我们不一样，加油我可以。你们可以的，加油！谢谢。谢谢多多小姐来为我们加油。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常富宁主播为我们致辞。各位现场的所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大小小，大家好。我想先跟总经理、2位董事长、另外理事长以及老师，还有现场所有的选手们问声好。我是体育主播常富宁。在今天来之前，我真的不晓得我今天要致辞。现在其实我的心情应该跟多多一样紧张。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很特别、很特殊的场合，这是我在转播棒球24年以来第一次碰到、第一次参加。那么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感受到了，其实在我眼前的所有的5队的选手们，大家能够远渡重洋到台湾来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相当不简单。尤其是听到刚刚在介绍当中2位主持人介绍，每支球队大家都克服了不同的困难。那么也有球队呢非常热情而且热心的帮我们联络其他的国家的球队，一起来到台湾参加第1届听障世界杯的比赛。这个听障棒球赛，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个别开生面而且别具意义的比赛。能够有机会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开幕典礼上面致辞，更是我人生当中我觉得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部分。那我想我就把这个荣耀跟这个感动呢放在心里面。但是我想把我最诚挚的祝福送给大家，
今天正好是元宵节，那么除了要祝福大家元宵节快乐之外，更希望在场上的5队的选手都能够在台湾这几天的时间当中，尽情享受棒球的乐趣。我觉得棒球它是一个全世界的运动，它不应该是只有某部分人可以打棒球，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打棒球。除了享受打棒球的乐趣之外，更希望大家能够以球会友，更希望大家那么在台湾的这几天时间当中，能够好好的认识我们这个宝岛。那么也希望回去以后能够介绍你的朋友多来台湾观光，看看我们台湾的好，吃吃我们台湾的小吃，体会我们台湾的人情味。非常谢谢大家，谢谢。除了祝福大会圆满成功之外，因为今天有国外的朋友在这边，那我临时也准备了一些英文的致辞，希望能够代表大会来欢迎我们从国外来的朋友们。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team members, coaching staff from Team USA, Team Korea, Team Japan, Team Mexico, and the last, not the least, Team Chinese Taipei. Welcome to Taiwan. My name is Francis Chang. It is my tremendous honor to be here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inaugural Baseball for the Deaf World Cup. I'm very thrilled to be here. I can still recall a few days ago, I joined my fellow team members, Team Chinese Taipei, during their practice sessions. I was deeply moved and touched by their high spirit on and off the field. I'm sure the same thing applied to all 4 other teams. And to be here to play some baseball, as I understand, I'm a baseball anchor. Baseball is a sport for everybody, not just for some kind of players. It's for all the baseball players aged from 6 to 60. So I think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be here in Taiwan. I certainly hope you like this place. And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be here in Taiwan to play some baseball, to make some friends, and enjoy all the hospitality and all the great food and great atmosphere in Taiwan. I understand everybody's here is to play some baseball, not to hear me talking about some nonsense. So I want to wish you all have a great tournament. I hereby pronounce this inaugural Baseball for the Deaf World Cup official begins.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I hope you come again. Thank you. 接下来我们欢迎盲棒赖嘉欣老师来简单为我们致辞一下。他是盲人棒球的推广。好，大家看得出来我非常紧张，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今天要来说话。好，那我先祝大家元宵节快乐，然后也欢迎国际的友人来我们台湾打球，然后我相信我们台湾的人情味是世界有名的，你们一定可以在这一段时间享受比赛，然后有个欢乐的球季。好，然后我现在预祝那个大会成功。然后最后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盲人棒球。我们盲人棒球呢，是听声音的。然后呢，各位呢，跟各位完全是不一样的系统。那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也能够把盲人棒球介绍给各个国家的你们，这样子。好，谢谢，请享受比赛，再见。接下来介绍一位在台湾也是很特别的一位理事长，他是我们台湾中华民国身障棒垒球理事长潘伟杰先生，请您过来帮我们大家鼓励一下。各位贵宾，然后总经理，然后主播，然后还有总教练，然后各位领队跟各位在场的各位选手及观众们，大家下午好。OK， 那其实我跟听障棒球的渊源，其实从10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在台湾举办一个叫做出口杯的一个多元族群棒球赛。
那从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肢体障碍女生，然后还有听障棒球一起去打这样的一个比赛。那所以在2年前呢，其实就有听到我们听障棒球这边也原本也要去参与我们的一个世界赛，但是好像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所以说后来比较没有办法去出国去参赛。但是他们今天做到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是他们竟然真的在台湾去举办了这样的一个赛事，所以我可不可以借用大家的双手，帮我们的听障棒垒球协会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OK， 那我也在这边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啦。那我们自己在这边其实主要也做了就是身障棒垒球，然后也有盲人棒垒球，也有身心障碍的棒垒球运动。那我们主要也跟听障棒球这边一样，我们主要让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能够有社会参与的机会，能够达到我们联合国里面的 CRPD 这样一个社会参与的精神。那也希望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不要一直都是民间举办啊，有没有是有机会可以是政府能够更重视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可以联合我们这些的民间团体一起把这件事情要上国际，然后让所有的更多的人可以知道台湾还有这群人有这样的需求，台湾还有这群人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参与的机会，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都可以打棒球，好不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欢迎兆进科技李大章副总。那个主办单位、那个各国的领队以及在场所有嘉宾及各位选手，大家好。那个我是兆进科技副总李大章，那本人仅代表我们董事长季正孝先生，那到这边受邀来这边参观这一次的比赛，而且很荣幸的能够上来致辞。那天涯若比邻，听障人不孤。那我相信这句话是黑皮哥告诉我的。那这一件事他也做到了。那我个人本身也是一个棒球迷。那我对棒球的喜爱也不输于现场的这些选手。那以前我不相信说，原来听障人士竟然可以从事这样的运动。那一开始黑皮哥跟我介绍这个团体的时候，我相当的质疑。但是呢，我今天在场上看到了，他们不输于常人，也不输于任何团体的这种表现，让我感到非常的敬佩。那我希望各界的人士，还有各界的企业，能够再继续的来支持所有的一些身障团体或者一些弱势族群。那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光明跟更多的爱。那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李大章。我接下来要介绍一个非常对我们协会及对我们球队一直非常友好的一个企业。每次讲到这个企业，我不知道哭了几次，不知道感动了几次。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边，云豹能源，它对我们帮助非常的大。我们请赵总经理。各位贵宾，然后各位教练、各位选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云豹能源的总经理赵淑敏，那我非常的荣幸，也非常开心。然后我们今天，可以来参加我们第1届世界杯这个听障棒球的这个锦标赛的开幕的仪式。那其实呢，我们跟这个云豹队其实已经结合了大概5年吧，我们已经迈入了第5个年头。然后其实这5年之间，我们非常的感动，就是每一次球队都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就是很好的成绩，也出乎我们意料，真的是打得非常的好。那当然，我们也开始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合作。那到这一次，其实是自主的发起了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杯，也就像刚刚的理事长讲到，我们什么时候政府可以来办这样子的活动，而不是我们就是自行的企业或者是协会
自己自行发起。那当然，这个世界杯这个活动，我们当然一定要共襄盛举。那我也真的是非常希望我们大家所有的选手都可以拼尽自己的全力，就像刚刚常主播说的，我们可以留下自己最好的一个赛季，然后可以为自己的国家争取这个荣耀。那我当然私心还是希望我们的中华队可以加油，然后我们可以拿下这一次的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其实我们云豹能源一直以来，我们就是除了做就是我们本业是做再生能源，那我们希望能够做对地球好的事情。那当然，我们其实在这个 ESG 的部分也是琢磨非常多。那尤其是运动这个项目呢，其实我们也非常非常支持。那当然，除了这一次的这个听障棒球，我们不论在篮球、足球，其实我们也都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持续的，就是发展这个项目，然后能让这个项目就是越来越多，做得越来越好。那我当然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赛事，让世界看到我们云豹队，也看到我们云豹能源。那预祝大家接下来的比赛都可以顺利平安完赛，谢谢。我们接下来欢迎韩国的理事来帮我们致辞。Today, I'm very happy to meet a lot of deaf baseball players from 5 countries. And I ha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his day. 오늘 특별히 역사상 최초로 이루어진 농아인 세계 야구 대회, 이 대회를 추진해온 타이완 농아인 야구 소프트볼 협회에 정말 감사와 찬사의 말씀 드립니다. 앞으로 우리 농아인 선수들이 데프림픽에서 야구 선수로 다시 만나는 날이 오길 바라고, 농아인 야구의 발전을 위해서 우리 모두가 함께 힘을 모으자는 말씀을 드립니다. 고맙습니다. Thank you. 写这写照是校园理性的，也是我们中华民国体操棒垒球协会秘书长跳过了哦，好，写是一比零。一别离啊，聚集，他介绍位置，聚集第一是1比0，日照位置。接下来我们会旗介绍，我们请会旗入列，请介绍人，我们球队的高教练。各位好，我是中华听障队的高瑞祥。2024年第1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由台湾筹备举办，各参赛国在募资以及联系主办单位的过程中非常的辛苦，也非常感谢各国的领队以及参赛选手。我们以台湾作为一个起点，希望让听障棒球能传达到世界各国，未来可以有更多的国家来参加。所以，我们会旗设计的理念是：临近起跑点，传爱全世界，天涯若比邻，听障我不哭。
谢谢。弟弟第一次迎宾礼是这位旗跟中华队对旗给各国领队旗，美国、日本、墨西哥、韩国领队挤上来。直接。跟各位来宾报告一下，因为我们听障人员的工作都是非常的基层，那所以他们来到台湾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像墨西哥，里面有2、3名球员，他们是卖了脚踏车才能够凑足一张机票的费用来到台湾，所以我们协会包给每一位选手一点心意，让他们在台湾可以吃喝玩乐，可以满足一点小小的愿望。接下来这个迎宾礼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在他们身上带的悠游卡，每一张我们都在悠游卡里面储值了300块。这张悠游卡虽然是非常廉价的商品，但是代表我们台湾无远佛界的意义。接下来，我们台湾将致赠每一国6支高级的枫木球棒。我们先请美国队的队长到前面来。美国队队长，美国队队长，请一个美国队的到前面来。国旗收回去。来，球棒。我们第一位先请常富林常老师来为我们颁发。好，谢谢常富林常老师。接下来我们请韩国队派一个代表。韩国队。对啊。我们接下来请潘伟杰理事长来为我们致赠这支球棒。谢谢潘理事长，谢谢韩国队。接下来我们请墨西哥推派一名代表，我们请盲棒赖老师来帮我们致赠一根球棒。
谢谢墨西哥代表，谢谢赖老师。接下来我们请兆进科技李大章李副总为日本队来致赠球棒。谢谢韩国队代表，谢谢李大章。接下来我们中华队派出一个代表，我们请我们的云豹赵总经理为我们致赠高级球棒。出来受赠的是我们台湾的听障棒球的推动人薛家驹先生，他推动听障棒球已经40年有余。谢谢赵总。接下来我们运动员宣誓，我们请宣誓代表由我们中华队的队长，以及薛家驹先生2位，一位用口语宣誓，一位用听语宣誓，一位用口语宣誓，一位用手语宣誓。好，1、2、3，请开始。我遵纪比大头，得了敦到国际击打8球的发大尔比大的东西，我们争取得到的运动员击打单脚击脚分击脚8球1米带，本人即代表各地比大队员，跟东大卫而家为及舞动与大白，东为代表国际界。7月2020季22季，花臂来了。谢谢2位非常幽默的运动员宣誓，仅代表各位选手要遵守那个台湾的规矩，我们有主场优势，不要得罪我们啊。接下来我们进行开球仪式。我们请第一组常富林老师担任投手，多多小姐担任打击者，邓总教练担任捕手。第一组，请上去。接下来我们第二组由赖嘉欣老师担任投手。那个潘伟杰理事长担任打击者，莫理事长担任捕手。第二组，来，对，我们请那个讲台可以撤了，高教练把讲台撤掉。来第三组，来请李大章副总担任投手，然后赵书敏赵总担任打击者，那个 Apple 哥担任捕手。来，投手请站过来。来，等一下还有一组，
对。来，赵总往前站一下。3名投手准备好了吗？投手，一起哦。来哦，我们就轻轻投，不要投太强啊。那个李副总，不要蠢蠢欲动啊，小心啊。来，准备开球，1、2、3，请开球。谢谢3位。那个赵副总还想再来一次吗？接下来今天典礼到这边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要进行大合照。好，请各位来宾，我们往我们这边来站立。请各位站过去。对，站到那边。我们要进行大合照。请每一位中华队的队友赶快入席。请每一位选手，请赶快入席。没有了。对。大合照带一下，我们就可以收播了，谢谢。各位，看我的手势哈。从中间。